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株兰花，其实大家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一株兰花其实最主要是它蛮常看到的，不过它特别的地方是这株兰花是一个朋友的，应该说一位同事的，但是他不会养兰，所以他在花谢掉之后呢，就送给我，把它送给我，让我来为它进行照顾跟养护。这边看到的其实是这一株兰花上一个开花周期尾端两个花梗，其中一个花梗呢，在开完花之后就差不多结束谢掉，我就剪掉了。但是呢，左边的这个花梗，它开的花时间比较久之外呢，它在花梗的尾端还在继续的长花苞，继续的往前延伸，所以我当时就想要看看这颗兰花到底能够继续开花开到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程度。那等一下影片中后期你会看到这一次开花周期的时间点，那等到影片整个结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颗兰花到底一年里面有几个月都在开花。它在一个花梗剪掉之后，然后另外一个花梗正在长花苞持续开花的时候呢，在根系上面也出现了相当积极的生长所以我在给这个肥料的时候呢，一样是当作它还没有在开花，就是给它茎叶肥，也就是氮肥比较高的肥料来供给。先说一下它的养护就是1/4杯的水量，那调好的这个肥料浓度呢，是只有标签上面浓度的25%而已。好，那终于啦，它开完花了所以我就把花梗剪掉。但是呢，在3个月过后，它又再长了另外一个新花梗，等于是另外一个开花周期。虽然说是另外一个开花周期的开始，但是呢，这个花梗它都还在长，花苞都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有的人是建议继续给氮肥比较高，就是叶子跟根系的肥，但是也有的人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给它就是磷比较多的花肥。那我这两个都实验过，不过呢，其实感觉好像都差不多。你有机会我也鼓励你尝试看看，去实验看看到底哪一种肥料对同一颗兰花或是同一种兰花它的功效比较大。那也有的人不想猜测，他就会用平衡肥，也就是氮磷钾的数字完全一样的平衡肥来给它施肥。我自己也是有一罐平衡型的肥料，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好就是看兰花当时的状况，我来决定是要给氮肥比较高的肥料，还是给花肥就是磷肥比较高的这种开花肥。就我个人的习惯来说这平衡肥常常被我遗忘，所以很多时候那个是用掉最少、用的最慢的一种肥料，就是平衡肥。我一罐可能它时间会比氮肥或磷肥的偏高的这种肥料呢，还要再多1倍的使用时间。那既然讲到肥料，我顺便回答几个兰友最近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呢，其实都在问我，除了用清水加上兰花肥料之外，有没有用过其他种的有机肥料来对兰花进行施肥。那他们这边指的有机肥料，其实是说清水加了比如说泡过大蒜的水香蕉皮的水等等我个人是没有这样子，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的兰花呢是都种在室内，那我不喜欢招来太多的虫子或者是有味道，因为毕竟在室内嘛，所以我就不喜欢用那样的方式来对兰花施肥。而且说真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思考是，兰花在它们天然的生长环境里面会有那样子的东西出现吗？偶尔可能就是雨水，或者是枝干上面可能有鸟类它们的粪便透过雨水冲击慢慢这样淋下来，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他们不会有大蒜长在树上，他们不会有香蕉皮泡的水，然后在他们自然生长环境里面这样子让他们能够获取那样的养分。所以我个人是不喜欢这样子，基于室内干净然后没有气味之外呢，我其实对有机的东西在室内啊，因为它们腐败产生酸性，或者说容易招虫子种种的这些原因啊，我是只有用清水跟兰花专用肥料调成25%浓度1/4浓度这样来搭配使用而已。那我们再回到这颗兰花上面哦，它这颗兰花每一年开花呢，其实朵数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撮。那上一次的开花周期呢，来了2个花梗，所以是蛮热闹的。那这一次呢，虽然是一个花梗，不过它的花量呢，还是感觉看起来很热闹、很讨喜。那这一种兰花在我当地，其实这个品相很常看到。我其实几乎每一周啊，都能够看到1-2个超市呢，他们的迷你型的兰花都有这一款。那因为很常看到啊，所以这种兰花就是要在做实验的时候，是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取代性很高，就是说容易取得够的。那你就可以比如说买个2颗做实验。那如果实验做完了，他们可能被养死了，或者是怎么样表现不好，其实淘汰掉，重新买新的回来就好了。那我如果没有同事把他的这颗兰花送我的话，我应该也不会买这一款兰花，因为太常看到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好，那这边呢，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它当时的一个根系的状况。很多根系呢，其实有往杯子里面走，那是因为我有做倒根的动作。有时候就是看它们长得差不多长啊，不要让它们长出杯子外面，我就把它压进去。那有一些呢，就会继续往杯子里面长，那有一些呢，就会停止哦。但是至少把它们压回杯子里面呢，这样子就不会占掉太多平面的空间。那现在呢，它就是种在这种无机的介质里面，然后呢是种在杯底有洞这样的一个16盎司的杯子里面。那最底部呢是一个蓝色的外杯，用来阻隔阳光，避免青苔在杯内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